老师及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这一组所做的专题是大功率电池数据自动采集系统。好，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台电源供应器，这台就是来模拟电池的电压以及电流。那这些数据呢，就会被这里的瓦斯计给采集到。OK， 所以它现在就会显示，电池现在的电压跟电池现在的电流，然后再透过 RS485 转 USB 界面，把这些数据回传到电脑。那电脑它就会判断说，现在电池的电压是不是大于我们设定的最大值，或者是小于我们设定的最小值，好，再去做相对应的动作。那如果大于最大值的话呢，整个电路的状态就要变换成放电。那我说小于最小值的话呢，当然就要把它变换成充电。当电池的电压大于14.7伏的时候，代表说电池已经充饱了。那么电脑它就会传输讯息给这个 controller， 那它就会把整个主电路切换成放电电路。那在放电的时候呢，电脑它也会驱动这里的电子负载，所以等一下就可以看到这边的漏的灯会亮。那反之，当电压侦测到小于10.5伏的时候，代表说电池已经快没电了，电脑它就会发送讯息给这个 controller 它就切换电路变成是充电模式。充电的时候呢，一样电脑它也会去控制另外一台机器电源供应器。那电源供应器它就会对电池充电。那因为现在没有电源供应器，就用 Arduino Uno 来代替。等一下，如果在充电的状态的时候呢，它上面13只角的灯 LED 灯就会发亮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大功率电池数据采集系统的硬体架构。好，接下来进到软体的部分。首先我们先打开程式。那打开程式第一件事情，当然就是要连线那4台机器是哪4台呢？有电源供应器、电子负载，然后瓦斯计，还有 controller， 就是要控制硬体电路的。好，那4台都连线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测量，其实还蛮方便的，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全部连线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各位来展示一下这3种状态。第一个是充电，电脑会透过通讯界面，然后去把电源供应器开启，然后也把电路切换成充电模式。好，放电的时候呢，电脑它就会控制电子负载，把电子负载的负载打开，好，并且将主电路切换成放电电路。再来，最后是闲置，闲置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同时把电源供应器跟电子负载的电路切断。现在我们就透过软体来展示电路是如何切换的。当放电的时候，这个 controller 它就会驱动这里的3色 LED 灯，让它亮红色。那我是充电的话呢，它也会去驱动这个 LED 灯，让它变成是蓝色，就是2个不同的角位，它就会切换不同的模式，这样子。那我是在闲置状态，那当然就是不亮灯的状态。我们现在来展示充电模式。当开启充电模式的时候呢，会有2件事情发生。第一个 ，LED 灯是蓝色的；再来，第二个，这个 Power Supply 被开启了。那么下一种就是放电模式。好，切换成放电模式的时候呢，一样会有2件事情发生。第一个是主电路 ，OK 被切换成红色，就是放电模式。再来，这个 load 有没有变 on？ 好，那我现在把它换成闲置模式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就会发现这个 load 瞬间熄灭。除此之外，在检测过程中，我们也必须要监控电池的温度。如果太高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把整体的电路状态切换成闲置，停放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再继续我们的检测。所以这边有个温度计是可以拉出来的。好，那这个温度计呢，它就会连接到这个 controller 上面，所以到时候电脑会一样跟这个 controller 去进行沟通。有了基本的硬体概念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回到软体的地方，来为各位继续介绍一下，软体可以设定的参数有哪一些。那其实我也只会讲2个，那其他如果有兴趣的话，等一下可以私下来问我。第一个就是电池的最大电压 ，OK， 当超过这个电压的时候呢，电路的状态就会切换成放电。第二个，电池的最小电压低于这个电压，那么电路它就会切换成充电模式。那么其他的选项呢，就当做参考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按下开始测试电池，来为各位展示一下电池测试的状态。好，那在测试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即时的电池电压、电流、温度，好，还有累积的电量。那这电量计算方式其实就是瞬间的电流再去乘上 delta t， 就是取样回来的时间差，然后累积起来的就是电池的电量。我们的电池检测模式是先从放电开始，如果要切换状态，必须要把现在的电压切换小于10.5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我现在
正在旋转电源供应器，好，它马上就到放置。那放置就会到我们上面设定的时间，我们是设定3秒钟，然后就会切换成中电充电。好，那充电的时候呢，一样，我们必须要大于我们所设定的14.7伏，整体的电路状态才会改变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旋转、跳跃。好，超过14.7伏，那它就会马上切换状态，放置5秒钟，然后一样放电，再来放置，再来充电。那就会完成我们的电池检测循环。那因为我是设定这边有2次，就只有循环2个 cycle 就结束了。那再来，它就会跟我们所设定的理想值做比较，然后给我们误差值，并且把这些答案都储存成 Excel 的表格。好，那么在 Excel 表格上面呢，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刚刚检测，包括时间，然后电池的电流、电压及功率的状态，还有这是第几个循环，对这个状态是什么，放电还是闲置还是充电。最后还有一个结论就是电池的电量统计。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理想的电量呢，我们是把它假设成1安时。好，最后就会跟我们所测得的实际电量进行比较，然后算出误差值。好，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专题结果，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。